哎，你们看我老公长得胖胖乎乎、憨憨厚厚的，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就他和我家人相处都特别融洽、没有矛盾的错觉？你以为他就不制造家庭纷争吗？你以为他没给他老丈母娘惹哭过吗？今天我跟你讲讲我老公给我妈气哭了的真实故事吧，给我也差点没气过去。因为要真是一个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吧，闹把矛盾也算值得。就因为一个屁，让丈母娘给撵出去了，你说他有没有毛病啊？首先哈，就我老公末梢神经松弛这个事儿，他随根儿，他家人都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。我还记着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哈，就是到他家也就第3天、第4天的阵儿吧。有一天晚上一块吃晚饭，我们还都吃着呢，他爸先吃完了。完事我脑袋顶上的灯泡呢就嘶嘶作响，还微颤。我这公公呢就把这灯给关了，完仓家站凳顶上去了。结果他这是金猴一灯，屁散众生，我就听噗哧一下子。哎呀，当时那情景就我还没吃完饭呢。关键是吧，我刚开始根本没注意这灯泡有毛病，我不知道他要来换灯泡了。就当时给我吓得，我寻思这加拿大西海岸放气儿都得走程序呢，先吃饭后关灯，登高1米放春风。完事当时哈我脸都红了，我寻思这老头当着我面出现这事故得多不好意思。结果我公公就哈哈一大笑，说的也劲使大了。然后我就观察这一家人呢都没有啥反应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就他家人都这样，就都不觉得这是个啥难为情的事儿。可以说他家的家风就是随放随孔，景美人松。我当时住他家姓穆赫兰嘛，我觉得我就是住在一片老穆家的祥云里头。所以说吧，就家风导致我老公认为这个事儿他就不是个事儿。但是呢，好在他第一次来铁岭来我家，他发现大伙儿还算挺严肃挺正经的，他就一直没放飞自我。完事呢，他的第一次铁岭之行马上要结束了嘛，就大伙儿对他的整体印象还算还行不错吧。结果在他走的头一天，我妈请大伙儿吃饭来我家给他送行。这家伙我二姨我老姨忙活一下午，准备一大桌菜，但这里头呢就有几个容易引发剧情的豆菜。完大伙儿这酒足饭饱了之后呢，我哥就是我妈大外甥呗，就耍了一下剑。东北话叫耍剑，普通话解释就是为讨欢心，小事完毕吧。我哥呢就很云淡风轻的就一抬臀就补了一下。这时候我小弟呢就二外甥呗，就很怕我哥就独自充当了一把时代的弄潮儿，马上也就一抬臀补加一下。哎呀妈，我这大胖媳妇儿就当时他也是到亮了，哎呀这家伙就来劲儿了，这一看击鼓传花啊，这是他就寻思原来这家人也没有那么严肃，就是啥事爱组团来。他寻思哎呀这壮年男丁都上了，那我能掉链子吗？这家给他激动的啪嚓蹬一踹站起来了，大伙儿就都瞅他，以为他要讲话呢。结果人家一个转身弯下他那3尺8的水蛇腰，咣呀一声，哎呦我的妈！空气脆了，人醉了，我妈的慈祥稀碎了。关键人家放完还转过来了，冲着请客的主人我妈飞了个大眼儿，然后还让我翻译，问妈妈是不是咱家赢了？是不是咱家赢了？当时我妈就气哭了，你知道不？你们可以问我妈，你看我白话没？就我妈气的就她必须得出去，就不能看她。完我二姨夫算是俺家就算最有文化的大明白呗，完还帮我老公就想借口开脱呢。大姐，这外国人吧，肠子短，沟回少，末梢神经管不好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我妈，他放完他还冲我笑呢，他怎么能是不故意的？哪有这么对待丈母娘的呀？完我也气够呛，我就给我老公领出去了。结果他还跟我歪上了，整的我两面受气。哎妈，我老公当时老委屈了，问我那怎么你哥你小弟都行，就到我这就不行呢？我说他们都是家里人，你不是吗？我老公。哎呀妈呀，不吃豆来不回神儿，我就是个过路人儿，不到屁时不死心，全家就我不算亲。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？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。现在我婆婆、我公公、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，今年夏天要一起来。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。有一天晚上在铁岭，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。温迪本来想拒绝，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，怕挨打，最后只能从了。但走之前他说，去搓澡也行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。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，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。上了搓澡台，搓澡时候啪就打他一下。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？温迪说，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？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。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，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，我是搓2面还搓4面啊？温迪说搓可见面，搓可见面。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，一边搓一边说，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，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，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。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。温迪噔家坐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。搓澡师傅说，对呀，那你也不能搓呀。温迪说，对呀，但是我能喝呀。子奥达过来，
咱娘俩一人一袋，来给奶炫一个。早达还挺感谢他奶奶说，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。奶奶，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儿变得如此慷慨吗？他奶说，你想多了，奶只是一个巧合。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，我更给你；除非我带的是酒搓，那我就自己喝了。搓完澡，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。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，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。我说温迪，2楼这个是自助餐，你别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，没啥好吃的。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。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，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，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，我差点都放弃了。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，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。不是啥呀？你说蛋炒饭呢？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，难道不是这样的？你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就不是这样的。温迪非常懊悔呀。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，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，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？早达说，奶呀，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。然后在自助餐区，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，但坚决不溺爱。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，但是它收费。温迪想来想去，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被拿铁要走了，温迪就又买了一个。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，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，又去管奶奶要新的，上来就要啃。温迪，拿铁张穆赫兰，你已经2岁了，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但是啃老这一趟跟我绝对不好使，不信你问你爸去。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，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。我说那就没办法了，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，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。春天都到了，我们领拿铁早达出来玩，晒晒太阳动一动，抓住黄金期长一长。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，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淇淋。迪小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，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，你们也快加入吧！不光动得多，还得吃得好，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，再来点迪小小黄条 K2 钙，独立包装更卫生，进口钙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，都要来铁岭整大套。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加一下，哎呀妈，这老多人！但是大黄喜儿的回答非常明确，你们来也行，但是家里不够住，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，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，你们做好预算。我公公一算，这开销也太大了。温迪邪魅一笑，老公，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，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，还给牛奶，而且炒饭随便吃。她老公说，谁跟你一样人，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？人家我爱吃炒面，爱吃炒面。张大铁是懂辩论的。这2天张大铁被他姐逼着学英语，因为他姐觉得奶奶姑姑们都要来了，他弟弟老这么听不懂人说话不是个事儿，所以天天激娃激张大铁。张大铁呢还是油盐不进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反驳让你无法反驳。你们一定看到最后啊，张大铁又冒金句了。奶奶要来中国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所以你要学英语。奶奶要来中国了，我问学英语啊。奶奶如果听不懂你说话，她会伤心的。上吧，如果奶奶听不懂你说话，你也听不懂奶奶说话，那不是很难过吗？难吧，拿铁你不要这样，你再这样的话，奶奶就不来了。拿铁，那奶奶来了真听不懂你说话，那你说奶奶是为了你来的。他听不懂，我也听不懂他说话，他也听不懂我说话。好吧，好吧。所以你说话他们听不懂，你不孤单吗？我不孤单，你懂不懂？我不孤单，你才孤单。啥叫孤单？啥叫孤单？我看张大铁最近被逼学英语这么辛苦，我说张大铁，你喝点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，产自 QQ 星高品质限定农场，含原生 DHA， 口感香醇，营养丰富。早达你也来一个。你说早达这么一个学霸，遇上一个瘸子，就是不学。但早达也不放弃。张大铁不爱看动画片吗？他平时看动画片里那几个猪都说中文，早达趁他不注意，把那个动画片换成英文版的。张大铁的反应跟当年我爷一模一样。我爷当年跟我一起租的碟看泰坦尼克号，你们知道不？就那种碟，它左声道是英文原声，右声道是配的音，就一支腔的中文。我爷呢一直听的是右声道，但是我爷不知道这是中国人配的音，他一直以为这是那几个好莱坞演员为了中国观众学的中文。至于那个一支腔奇怪的腔调呢，我爷就一直以为是就是雷奥纳多汉语还没学好。有一次我就是趁我爷不注意给他调回了英文原声，我爷听了10秒钟发现不对劲儿，转头告诉我，你让他好好说话，这个外国人咋开始说英文呢？张大铁也是一样的逻辑，他认为这几只猪就是本地猪，只是很聪明会说人话。他姐一调台调成英文的了，张大铁懵了，这猪怎么这个？这是生病了。